李长寿已经分析了一路，自己到底为何会被毒，但是他分析来分析去，所能得出的几个选项当中，可能性最大的就是自己单纯的被海族叛军势力给盯上了。虽然不排除这是西方教安排报复，但如果只针对自己一具化身，那未免有些说不过去啊。而且若真的是西方教出手，只需要安排一名金仙境的凶人偷袭，自己这一具化身全无应对之力。八成啊，就在龙宫宴席上，有不少人称呼自己为海神，从而招来了这一次麻烦。这也没办法，当时天庭之人就在侧旁，自己若是遮掩身份，就无法做天庭与龙宫的友谊桥梁。李长寿渐渐地调整着自己水遁的速度，给对方一种刚才他连续的加速是施展了某种秘法的错觉。此时秘法的效果已经开始消退，让这些海族叛军以为他们的机会来了。当下方圆千里之内，这数百道身影开始了最后的合围。出于对敌人的尊重，李长寿的心底念头疯狂转动，布置出了3种战术，6种备用，心神占用率瞬间拉满。6名指导人已经迅速做好了迎敌的准备，将一些无色无味、需要一定时间才能见效的迷药散入了荒岛附近的海域。随后，李长寿这具被盯上的指导人化身恰好撞入了对方几名高手的埋伏。海中斗法刚起，李长寿一触即退，不给对方任何出手的机会。那几名精善水战的海族天仙竟一时间留不下他，这就是当年不断尝试不断琢磨水遁之法的效果。好像也没什么可骄傲的，还不是因为太穷没有灵宝，只能神通来凑。片刻之后，李长寿的这一具指导人站在那一处荒岛上，荒岛四周的海面出现了一口口漩涡，数百道身影从远而近，同时包抄而过来。对方的警惕性严重不足，完全没有发现这片区域的异样，更没有注意到潜伏在海底的数十具指导人。李长寿的目光环顾四周，这一具指导人已经所剩不多的仙力，完全用来防御包裹自身，也因此他天仙境初期的修为展露无遗。周遭这些渔人们大多都是面露冷笑，得意地看着被他们包围的人族。这些海族在追踪李长寿时，有一瞬间都在怀疑，他们今日的埋伏围捕的这个南海海神是陆地上某个大泽中的泥鳅精出身。但总算功夫不负有心鱼，他们总算是围住了这个滑不溜秋的家伙。大海就是他们海族的主战场。此刻被几百名海族围住的李长寿略微皱了皱眉。另一方，这些海族修行者又开始用一种带着恨意的目光对李长寿怒目而视，仿佛李长寿对他们有切片之仇，蘸芥末之恨。洪荒中的海族大多都是人身鱼首，只有鲛人族才是上半身为人族，下半身为鱼族。而那种半边身子是人半边身子是鱼，从中间劈开的这天道不允许，定然不会存在。李长寿的心底一片空明，目光中流露出了浓浓的忌惮，看向各处时神色也略微有些慌张。待众海族将他围得水泄不通，李长寿冷然道：各位道友，这是何意？南海海神！一名天仙境巅峰的女海族手持一把钢叉，喝骂道：你种龙族欺压海族，今日便是你的末路，受死吧！且慢！李长寿眉头一皱，轻喝一声，心底计算着迷药发挥作用的时间，推算着对方有没有隐藏修为之人，又暗中控制其他的指导人，将一些元神剧毒悄然化入这些愚人的气息之内。稳妥起见，李长寿此时要拖延一些时间，让毒性充分作用。继续开口：你们找南海海神，关我海神道人何事？海神道人？那女渔人明显一愣，皱眉道：你难道不是南海海神？
李长寿耸耸肩，你们莫不是在龙宫听到有人喊我海参海参，听成了海神？讲道理啊，南海海参我见过，慈眉善目，是一个老前辈，跟我完全不一样。我也没有用障眼法，所以模样肯定骗不了你们，对不对？几名天仙境巅峰的鱼人对视一眼，眼底带着几分怀疑，他们莫非弄错了？一鱼道：宁可杀错，不可放过此人。不错，人族跟龙族都一样可恶，这人也不要放过。我随口胡扯之言，你们还真信了呀？虽然此前已经知道海族普遍是灵性不多，智慧不强，且生性单纯，但是李长寿万万没想到他们竟然能够单纯到这般地步，不愧是被西方忽悠之鱼。海里的生活绝对比岸上要安逸很多，怪不得上辈子那么多人选择下海去。扯远了。各位，李长寿皱眉道，我们人族有句话叫做冤家宜解不宜结，你们今日围困我，我可以当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但你们若是真的对我出手，那必然会遭受一些报复，而且这个报复会来得十分迅速。哼，我们连龙族都不怕，还会怕你？那主事的女鱼人冷喝一声，一双鱼眼中散发着诡异的光芒，低喝一声，莫要跟他多说了，出手杀了他。末将来。一名有着双前大手的海族将领从海面之中跳上了荒岛边缘，立刻就要朝着李长寿攻去。李长寿也不含糊，脚下后退2步，突然抬手按压，大喝一声，千毒灭魂手。李长寿的袖口飞出了一股浓绿的浓烟，被一股仙力推成巨大的掌影，朝着那蟹将盖下。对方如临大敌，张口喷出一口口浓郁的墨汁儿，也不知这蟹将的师傅是否是乌贼道人，这神通当真是有些污染环境啊！浓浓的墨汁瞬间就蔓延开了，如同浪潮一般翻涌，将李长寿打出去的浓烟直接盖掉，朝着李长寿席卷而来。李长寿脚下急退，但是大半的心神都是在操控海中的6具指导人，毒性催发近乎完美，毫无征兆的狂喷墨汁的蟹将突然就嗝了一声，脑袋晃了晃，仰头就倒。瞬息间，海面上站着的身影大半都朝着海面倒去。其他一小半修为高深一些的海族此时也是头晕目眩，一个个神志不清。怎么回事啊？这边还有毒！糟了，中计！前后不过2个呼吸，海面上原本站着的数百海族，或是沉入海水中，或是直接飘在海面上，一个个昏睡了过去。下毒也是一门技术活，而李长寿沉浸此道不过200年，得名师指点，又有些许自创的下毒理念，勉强算是这一技术领域的洪荒资深学者。对多目标下毒的要点就在于根据对方修为、元神、强度和抵抗力计算好毒性发作的时间，若是一个倒了，其他人立刻警觉，还有机会去逃窜或者是做出应急之举动，那下毒的手法也称不上高明了。李长寿拍拍手，搞定。要不要把他们绑去龙宫呢？李长寿略微思索，还是否定掉了这个主意。那样的话后患太多了，也有暴露自己所用之毒的风险。当下李长寿抬手记起一面微型阵基，撑起了一面隔绝大阵。这一类大阵灵力消耗较慢，微型阵基也可以持续存在片刻。李长寿操控几只指导人忙碌起来，一面净化此地海水中的迷药，一面精准投毒，将这些被迷昏的海族彻底灭杀。一具具海族高手的尸身被迅速扔到了荒岛上，堆成了小山一般。李长寿原本准备了40多只指导人，另外还配套了3000毒斗兵，没想到对方完全不给他多余出手的机会，果断的仰躺一地。这次还是走一走程序比较稳妥，安排3只指导人到了荒岛上，
拿出木鱼、摄魂铃、木梆子，开始诵渡人经、往生咒、消灾祈福咒。两只指导人果断出手，放出了一股股三昧真言，将此地尸身全数吞没。稍顷，橘色的火光冲天而起，其内尸身迅速消融。一只指导人袖口钻出了4只纸人，吹起了唢呐，敲起了大鼓。这不是特意准备的，正是此前天庭出场专用乐团。这个时候过来客串一下。因为海族并没有上坟烧纸钱的习俗，李长寿也就省去了哭丧的步骤。看着这些上等食材化作灰烬，撒出去了10多颗摄魂珠，收集残魂，自始至终心底都毫无波澜。都说了，我是海参道人。李长寿摇摇头，待火焰熄灭，抬手将那一大堆灰烬震飞，散入大海之中。各处指导人已经集结完毕，当下兵分2路，一路先力充沛者携带毒豆兵去了原本潜伏的位置，另一路钻回了李长寿这一具指导人的袖口，跟着回返安水城，稍后暗中送回渡仙门去充个仙能。正当李长寿面于附赠杨辉服务时，龙宫大门前几名天涯阁的长老管事聚在那失魂落魄的青年道者身周，一个个低声劝说着：小主人，龙宫宾客都走了大半了，咱们也该回去了。我们帮您打听了，科勒尔道友因为上次在天涯城杀了诸多海族大妖，被他父母责怪，禁足1000年不能出门啊。乐乐家在哪儿啊？小主人，这个龙宫不肯说，我们着实打探不到啊。卞庄长长的叹了一口气，目光带着几分感慨。天长地久有时尽，此爱盼与家人知。为何乐乐父母为何要惩罚他？如果要惩罚，将我也禁足在他身侧吧。莫说是1000年，便是3000年、3万年，我都愿意。扑哧几声，几名刚出门的宾客忍俊不禁。那几名天涯阁的管事一个个面色尴尬，连连对着周遭赔礼。小主人，咱们先回去吧，不然龙宫看样子要对咱们动手了。卞庄不为所动。您要是被留在此地，那可就真找不到科勒尔道友了。卞庄一个机灵跳了起来，拉着一名老者的胳膊，低声道：福伯，咱们快走。这几人顿时哭笑不得，带着卞庄匆忙离开了东海龙宫。一行人很快就飞出海面，驾一艘宝船朝着天涯海角迅速赶去。那天涯阁的管事所说当真不是吓唬卞庄，龙族已对卞庄颇多微词，若非敖乙殿下此前有过交代，早有龙族高手出手，将这个浪荡之徒扔出水晶宫。整个大婚，这卞庄就守在门口，前后守了12年。虽然其心够坚，但也着实是够烦人的。此前卞庄有龙宫请柬作为护身符，但现在大婚都结束了，请柬的效用就大打折扣了。总算他们一行并未遭遇龙族为难，顺利抵达那宏伟的天柱附近。雄伟广阔，布局糟乱的天涯城遥遥在望，但是一名长老却紧紧皱眉，抬手做了一个止步的手势。一道身影自远处驾云飞来，是一名白发苍苍的老妪。卞庄突然激动了起来，喊道：乐乐，是乐乐！这几名长老管事额头齐齐挂满黑线。小主人牵肠挂肚的，就是这么一位老姐姐。这是用了什么邪法吧？还好没等这几名天涯阁的高手直接出手杀人，卞庄又喊出了后半句：乐乐当日跟着的那名老奶奶。他身旁几个人顿时松了一口气，当真是被小主人给吓了一跳啊。天涯海角，离洪荒小范围著名防镇天涯城不远的一处海岛上，几位老者在云上等候，
卞庄与长寿牌老妪化身，在海岛上一边散步一边小小的交流一下。此时呢，李长寿也不说话，只是含笑在旁边走着。卞庄这边却是有太多的言语卡在嗓子尖儿，两个人在沙滩上走了几十步，卞庄才开口道了句：“科勒尔道友近来可还安好吗？”李长寿轻轻一叹：“道友觉得能安好吗？”卞庄顿时紧张了起来，忙问：“可是出了什么事故？他在哪儿？我现在立刻就……”道友，老身托大称呼你一声卞庄。李长寿皱眉：“你可知自己对我家小主人造成了多大的麻烦？若非你背后有天涯阁，你现在已是海中一具尸身。”空中几个人眉头紧皱，却同时听到了下方老妪的传声，只是低头看着。卞庄一愣，喃喃道：“我为他造成了麻烦。”卞庄，你应是明事理之人。李长寿的指导人悠悠一叹，开始讲述了一个关于爱慕者与变态的故事。当然了，是用上辈子的道理化用到了洪荒的背景下。李长寿今天来此地结下卞庄，其实就是来扎他的心的。一心爱慕只是自身之事，如果这一份爱慕得不到被爱慕者的回应，心底默默祝福就好了，不要去强行的影响那位被爱慕者，把自己活成一个变态。这种事儿李长寿上辈子也见到过好几次，最后的结果都不是很好。其实上辈子时，大部分人就算是心底有了喜欢的对象，也会碍于自身的面子、尊严等一系列的因素，从而将此事选择藏在心底。有些人就如同卞庄这般奋不顾身、飞蛾扑火。感情这种事儿谁也说不清楚，但是变态这种存在还是一眼就能分辨出来的。洪荒看的是神通本领拳头大小，也经常发生以神通真理强收道侣之事。